大家好，我是 Barry。本期我将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展示如何在本地多人模式中使用我的锁链系统，以及角色和锁链 Actor 在多人游戏下的基本设置建议。让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Chain Together 是怎么做的，做个参考。这里玩家数量只可以选择2、3、4三种。锁链的模式有2种，分别是开放锁链和封闭锁链。好了，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这里采取的方式是依靠关卡蓝图来创建角色和处理连接逻辑，当然你也可以采取你自己的方式。打开新建关卡的关卡蓝图。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 int 变量 maxPlayer 来控制生成的角色数量。在 BeginPlay 上连一个 for loop， 用 maxPlayer 减1作为 last index。循环体部分调用 create local player， 用 index 作为 controller ID。在 completed 之后 get all actors of class 这里设置为你的角色。将数组保存为 players。继续添加一个 for each loop。为了保险起见，这里咱们做一个 delay， 拖一个 players 数组过来。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判断，通过 index 来判断是不是最后一个角色。这里如果是 true， 生成一条锁链。class 选择我们利用插件创建的锁链 actor 蓝图类。把这个拆开，这里我们只设置 location。创建一个 actor。稍后我们通过它的位置来设置锁链生成的位置，调整它的位置，确保锁链在生成时不会跟环境产生穿插。调用锁链的 attach start to 和 attach end to 方法。将当前角色的 mesh 连到 start 的 parent component 上。将下一个角色的 mesh 连到 end 的 parent component 上。Socket 这里我直接使用了 pelvis， 也就是角色 mesh 的腰部骨骼。接下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枚举类型，重命名一下。我们将使用这个来控制锁链连接的2种模式。新增2个枚举，闭合和开放。
回到我们的关卡蓝图，搜索 Switch on E， 提升为变量 Mode， 把这些复制下来，连到 Close Chain 上。同样的，将当前角色的 Mesh 连到 Start 上，将这个复制下来。这里使用第一个角色的 Mesh。我们先用2个角色看一下。默认是开放模式。我们切换成封闭模式。让我们试试4个玩家。我这里额外接了一个手柄，让我们看一下是否能通过鼠标和手柄正常操纵其中的2个角色。效果不错。如果你有这种报错，可以在 controller 里对 subsystem 的 valid 进行一个判断。如果你的鼠标和手柄只能操纵同一个角色，那么按照以下设置即可。确保这里是勾上的。接下来是关于角色设置的一些建议。首先，你需要明确一些物理常识。你的角色能不能通过锁链拖动另一端的东西，取决于你角色的摩擦力，你对铁链施加的拉力以及另一端东西的摩擦力。如果忽略铁链的重力和摩擦力作用，你能不能拖动东西跟铁链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虚幻引擎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遵循这一常识的。这里我们需要通过角色的属性来让它能不能拖动或被拖动，而不是锁链的属性。角色的摩擦力相关设置是在 Character Movement 里的。我们一起看一下演示里的参数设置。你可以根据需求自行调整。最后，关于锁链的 replication 跟其他 actor 的网络复制方法是一样的。按照虚幻引擎官方推荐的方式和你的需求自行调整，勾选这些参数和实现相关方法即可。因为每个人的使用情况都不相同，本插件相关教程仅针对插件本身的锁链 actor， 其他内容需自行查阅虚幻官方文档。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为止，感谢收看，别忘了关注、点赞、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见。